这时有好几位新闻记者正在采访新闻，我被推为发言人，把中医兴废的利弊得失向新闻记者逐一叙述。我说，全国中医有83万人，药铺约有20余万家，对全国9%以上的人民做着疗病保健的工作，而全国西医不过6000人，多数集中在都市，无数县份和乡村，一个西医都没有。人民一旦有病，为中医是赖，怎样能废纸呢？那是国民政府的房屋，又大又旧，都是大格窗框，用纸糊封的，纸都被风雨所碎。陆仲安机警得很，看见格林一个签押房中有电话，就走过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秘书吕别愁，告诉他，我们来谒见主席，当面递呈请愿书，可否代为想想办法？吕氏说，我马上出来和你们面谈。片刻之间，吕氏从里面走了出来，他说，今天预定谒见主席的人已经把时间排定了，你们的事情即在下关车站安徽难民与军警大冲突的消息，主席已经知道了。他说过一句话，谁主张要废除中医，至于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主席，等我安排了日子，于明天或后天中午1时电话通知你们。我们当时很失望，但是听到这句话，倒把心头的一块大石放了下来，似乎有一种预感，我们是会胜利的。走出国民政府大门，正在等车，只见街道上报童手执报纸，高呼号外，说是下关车站闹事，我们就买了几张看看。原来头条新闻就是我们中医请愿团抵达南京的消息，说欢迎的人如潮涌，其中混杂了安徽难民在车站广场上开会演讲，并与军警发生冲突，大打出手，警方有3人受伤，难民代表有2人被捕云云。谢老师说，这张号外似乎对我们很为不利。我说，闹事之后，可能反而明天报纸会大字登载，对我们的请愿一定会格外重视。分访各方，反应良好。我们坐在马车上，谈论请愿的对象，着重在国民政府5院院长和中央党部，对卫生部暂时决定搁置不理会。先行谒见行政院院长谭延闿。我们还没有开口，谭院长已说，中医绝不能废止，我做1天行政院院长，非但不废止，还要加以提倡。说时他还伸出手腕，要我们团长为他诊脉处方，当时即由谢老师为他诊治。诊毕，谢老师一边唱药味，由我一边执笔善写。到了次日，各报都把这张方子全文刊登出来。我们谒见于右任院长，于老说得更轻松。他说，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，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，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。他是最赞成中医的。这2位首长接见我们之后，为时已是下午2时，我们就在夫子庙6朝居随便吃了一些干丝烧饼之类，急呼又到小石桥接林森、子超公馆拜会。那时他还没有做主席，但隐隐在政局中是一位主要人物。到了那边，原来是一所很简陋的古老屋子，叩门后有一个老家人来开门，又有一条很大的狼狗跟出来，我们都有些害怕。陆仲安似乎很熟，用手拍拍狼狗的头，他就非常驯服，带着我们走了进去。林公子超已立在厅中等候，满面春风，和蔼可亲，并且说，欢迎你们来谈谈，我有福建带来的好茶叶，请你们来品尝一下。我们正在诉说废止中医案的事情，林公说，这件事荒谬得很，都是卫生部几个西医和楚民义搅出来的，
相信全国人民都会反对。国民政府电督南京之后，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就是你们这件事情。昨天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，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，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，就会失去四川民心。现在中央正在拉拢四川归附，所以这个电报力量大得很，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。林氏说罢之后，请陆仲安诊脉，因为他是有气喘病的。陆仲安向来是自己用钢笔开药方的，药方写毕，林氏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，闲聊了1小时，大家就握别了。我们到财政部没有见到部长，到考试院见到了戴季陶院长，听戴氏说，你们这件事卫生会议尽管通过，敢说是绝对不会实行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不过希望你们在行动方面不要太过激烈。根据镇江来的消息，你们乘的火车经过镇江车站，欢迎的许多人涌入月台，站长因为人数太多加以阻止，不料许多人竟然冲倒木栅，一拥而入，踏死1名小孩。陆警拘捕了8名镇江1届领袖云。我们听到这种事情，倒认为是一件大新闻，怪不得彻底镇江时在站上停了好多时，不许我们行出一步。我们到立法院请愿，院长胡汉民有病，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焦义堂接见，焦公接受了我们的请愿书。他说，这件事首先要立法院制定法律，3读通过才能实行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。后来在谈话中，我们又得到一个消息，国民政府为了要拉拢冯玉祥，特地让出一个卫生部部长的职位给冯玉祥推荐。冯氏就见了他的心腹薛笃弼来当部长。薛氏本非卫生行政人员，对中西医并无偏袒，不料这次中央卫生会议却闹出了这件案子出来。冯玉祥军中的军医向以中医为主，西医为辅。冯玉祥已有电报打给薛部长，措辞严厉，责备薛氏怎会弄出这件事来，薛部长弄得很为难。我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又定了好多。那天整个下午到各院各部去递请愿书，只是不到卫生部。我们的意思就是要给卫生部长薛笃弼一个难堪。当天傍晚，我们的请愿工作告一段落。南京医学会在金陵春酒家设宴，欢迎我们5个代表，情况热烈，向所未见。席间要我们报告请愿的经过，就由谢团长致辞。他首先对大家表示谢意，同时告诉他们，我们已胜利在握，各位放心，但是在未得到批文之前，最好不要公开宣扬。说毕，大家报以热烈掌声。这晚我们第一次遇到南京首席名医张简斋，他瘦弱得很，谈话的声音也极细微。他说，我早就接到你们的电报，要我做请愿团顾问，可惜我早晨起不来，要到下午2时才能开诊，所以有负大家的好意。但是我知道中央方面竭力支持你们，你们这次的行动绝对不会失败的。